但是楚风还是低估了那些摄魂虫。那摄魂虫竟然无视楚风的威压，并且速度快到超乎想象，竟在楚风之前来到了小鱼儿的身前，并且毫不犹豫的便发动了凶狠的攻击，是想要钻入小鱼儿的体内，让小鱼儿成为傀儡。这一刻，楚风本来是慌乱无比，可是令他更加想不到的是，面对那来历不明和你说恐怖的摄魂虫，小鱼儿竟然不惧不怕，反而很是兴奋的在原地跳了起来。而也就在那摄魂虫刚刚靠近小鱼儿的一瞬间，自小鱼儿的身体竟然发起了耀眼的光华，四射开来。那光华实在太过刺眼，简直如同一轮明日坐落在了这大殿之内，让人无法靠近。哪怕是楚风，也是被刺得难以睁开双眼，甚至被一股强大的威势冲击的倒退了几步，直到感觉那光芒渐渐消退，楚风这才缓缓地睁开双目。然而当他看到眼前的一切之后，却是不由面容大变，因为他惊愕地发现，此刻的小鱼儿不但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而在他的四周竟然还有着一片黑色的物体，那竟是摄魂虫。只不过此时此刻，那凶残无比的摄魂虫竟然已经没了生命特征，只剩下了一个个空洞的躯壳。小鱼儿，你没事吧？虽然眼见着摄魂虫已死，但是楚风还是很担心小鱼儿。来到小鱼儿近前，将其抱起，开始上上下下仔仔细细从头到尾的检查起来。当发现小鱼儿完好无损之后，这才不由长舒了一口气。而再看看那地上死去的摄魂虫，楚风则是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随后对小鱼儿问道：小鱼儿，告诉大哥哥，刚刚你身上的光芒是怎么回事？大哥哥，你是说刚刚的光芒吗？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反正每次小鱼儿看到好玩的东西，它就会出现，然后在它消失之后，那好玩的东西就都死掉了。小鱼儿眨巴着大眼睛，似是很委屈地说道：不简单啊，这小娃娃太不简单了。楚风，你这次是捡到宝了。本以为这小娃娃只是游泳厉害，原来身上隐藏着这么了不起的技能。刚刚的光芒明显来自他的体内，那是守护他的力量，并且非常强大，凡是想对他不利的东西都会被他那股守护力量所消灭。楚风，你以后就带着这个小娃娃，根本不用保护他，反而可以用它来保护你。只要是谁敢对你不利，你就把这个小娃娃挡在身前，那个时候不但可以消灾免难，说不定还能凭借这小娃娃的守护力量帮你杀掉敌人。这个小娃娃哪里是累赘，简直就是不可多得的攻杀利器。见识到小鱼儿的守护力量后，蛋蛋很是兴奋地说道。楚风不是傻子，自然知道刚才小鱼儿所散发的光芒是怎么回事，但是对于蛋蛋所说的建议，楚风却并不赞成，而是摇了摇头，暗中说道：你说的倒是在理，但是要我拿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当挡箭牌，我做不到，何况他是信任我依赖我才跟着我的，怎么能够利用他的天真？好吧好吧，随便你吧，本女王才懒得管你。蛋蛋撇了撇嘴，但实际上还是很理解楚风的，所以也没有多说什么。感受到了蛋蛋的反应，楚风也是微微一笑，随后继续对小鱼儿问道：小鱼儿，你是怎么会来到这里的？小鱼儿知道大哥哥被抓了，就来找你了呀。小鱼儿笑嘻嘻的答道。可是小鱼儿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呢？楚风继续问道。大哥哥你不知道了吧？小鱼儿可聪明了，一直偷偷跟着大哥哥呢，所以自然知道大哥哥在这里。小鱼儿回道。什么？小鱼儿你竟然一直在跟着我们？那小鱼儿你又是怎么穿越那些结界门的？楚风眼中满是吃惊。结界门？小鱼儿大眼睛滴溜溜一阵乱转，似是在思考楚风在说什么，不过很快闪现出一抹喜悦之色，随后蹦蹦跳跳的来到殿门前，手掌轻轻一按，那道隐藏的结界门不但浮现而出，并且还被解开了结界密码。大哥哥，你是说这个吗？小鱼儿问道。对，就是它。小鱼儿，你是怎么做到的？楚风赶忙走到近前，发现此刻这道结界门真的被小鱼儿打开了，轻轻一按就出现了。小鱼儿看到他们是这么做的，所以我就学着做了一下。大哥哥你也试试。小鱼儿说话之间便缩回了小手，而伴随着他小手的收回，那结界门也是消失不见。在小鱼儿的怂恿下，楚风也是试探性的将手掌放在了小鱼儿先前所放的地方，但却没有丝毫变化。哪怕楚风运用结界之力，也同样没有变化，就更别说解开结界门了。为什么大哥哥打不开呢？好奇怪！小鱼儿满脸的惊奇与不解，似乎觉得楚风打不开结界才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而这一刻，楚风则是颇为无奈，想来又是小鱼儿的特殊力量捣的鬼。这个小娃娃实在太神奇了，一眼望去，明明就是个普通娃娃，但却掌握着这么多强大不可思议的手段。幸亏人们只知道他游泳速度奇快，若是被人们知道小鱼儿还拥有破解结界和主动对抗危险事物的能力，相信肯定会轰动东方海域，定然有很多不出世的大人物出手。那个时候，小鱼儿可就真的陷入了危险之地。小鱼儿，我打不开这结界，还是你来，快带大哥哥离开这里，否则那个叫亚菲的女人回来，咱们都要倒霉。楚风说道。看小鱼儿的，听得楚风的话后，小鱼儿很是乖巧的将小手一按，那结界门便再度被其打开，并且小鱼儿也是真的穿越了过去。见状，楚风紧随其后，起初心中还有一些忐忑，但是当其穿越结界门之后，那种忐忑的心情便迎刃而解。只不过当穿越结界门的一瞬间，浮现在楚风眼前的并非一个出口，而又是一座辽阔而豪华的大殿。这座大殿与之前楚风所在的大殿几乎没有两样，但唯一不同的是，在这座大殿之中，琳琅满目的摆放着各种光芒四溢、散发着淡淡香气的物品，竟全部都是修炼资源天珠。一眼望去，全部都是极品天药天珠，数量之多简直数不胜数，并且除了天珠之外，竟然还有武药。虽然武药相对较少，大多数只是下品，中品更是不多，但也是有着不少。不会吧？莫非此处之所以如此特殊，乃是因为这里是诛仙群岛，
设在无极血海内储存财富收入的宝库。这一刻，哪怕是楚风也是不由阵阵心惊肉跳，因为这里的修炼资源实在太庞大了，可谓是他至今为止见过最多的地方，多到已经超出了楚风的想象。甚至楚风觉得，若是将这里的修炼资源全部炼化，他有可能会突破。只要再突破一重，楚风就可以踏入天武七重。那个时候，再使用雷霆之力，楚风的修为就可以踏入五军境。越过这道鸿沟之后，楚风的力量也将天差地别。再度与五军交手，2品五军绝对不是他的对手，哪怕3品五军，楚风也能一战。大哥哥，前面还有一座大殿，那座大殿的漂亮东西更多。看出楚风很喜欢这些东西，聪明的小鱼儿指着前方的殿门说道：“真的，带我过去看看。”听得小鱼儿之话，楚风更是狂喜不已，而小鱼儿也不怠慢，再度开启了另一道结界门。当楚风穿越而过之际，脸上的喜悦之色顿时又浓郁了几分，因为在第3座大殿之中，竟然如同小鱼儿所说一般，真的满是修炼资源，简直比第2座大殿还要多。除了殿中心的一条道路外，两侧满满的全是天珠。看来猜的没错，这里多半就是诛仙群岛储存修炼资源的宝库。这些修炼资源应该是他们在无极血海以及远古传送阵中所收来的费用。难怪诛仙群岛成为第一势力之后会越来越强大，他们如今几乎霸占了东方海域，所有盈利的渠道，有着无穷无尽的修炼资源收入他们的囊中，真是想不强大都难。楚风这一刻真的是兴奋不已。如果说之前的修炼资源，楚风只是觉得有可能让他突破，那么如今2座大殿的修炼资源加到一起，那就肯定能让楚风突破。不行，这修炼资源太多了，哪怕我又再多乾坤袋，但也根本装不走啊。可是很快的，楚风脸上的喜悦之色便瞬间被困惑所取代，因为就如同楚风所说一样，这里的修炼资源实在太多了，多到楚风一个人根本无法带走。可是一点一点向外弄，又明显不行，毕竟他不能确定亚飞什么时候会回来。楚风，正所谓富贵险中求，眼下只有一条路可走。就在这时，蛋蛋再度开口：“蛋蛋，莫非你是要我就地将这些修炼资源炼化？”楚风并不傻，其实在蛋蛋开口之前，他就已经想到了这个方法，只不过也如同蛋蛋所说，这样太危险，别无他路，要么就将这些修炼资源炼化，要快现在就放弃修炼资源，马上逃走，二者只能选其一。当然了，哪怕现在就走，你也未必能够保证安然逃脱，说不定还未出去就碰到了亚飞。不过就算碰到了亚飞，你也未必就必死无疑。别忘了小鱼儿那个娃娃不止特殊，还很强大，说不定有他在，连亚飞也不能伤你。不过前提是你必须以他做挡箭牌。楚风，无毒不丈夫，你要是再拘小节，犹豫难断，谁都帮不了你。淡淡凝重地提醒道，说话之间有着些许警告意味。依你。楚风目光之中突然闪现出一抹狠色，随后竟然二话不说，盘膝而坐，双手打出手印，随后只见其大嘴一张，便施展出了一种气吞山河的手段。此招一出，顿时狂风四起，而那些堆积在这大殿内的修炼资源，也是万有引力一般，向楚风的口中飞掠而去。楚风为了修为，决定冒死一搏，既然带不走，他就干脆将这里的修炼资源全部炼化。虽说炼化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对于如今的楚风来说，其实炼化是很简单的事情。尽管这里的修炼资源很多，但是在耗费了半个时辰的时间之后，第3座大殿的修炼资源便全部被楚风吞噬炼化，并且此刻的楚风修为已是大涨，距离突破到天武7重不过是1线之隔。事到如今，楚风自然不会见好就收，而是返回第2座大殿，继续疯狂的炼化。因为第2座大殿的修炼资源不如第3座的多，所以炼化起来更为迅速。但最令楚风窃喜的是，第2座大殿的修炼资源，楚风只炼化了2/3，他体内的神雷便是一阵涌动，力量也是瞬间攀升，突破了。楚风在经历了各种天地奇物之后，第一次依靠天珠这种珍贵的修炼资源提升了修为。如今楚风本身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天武7重，若是使用3种雷霆之力，便可以突破天武的束缚，踏入1品5军的境界。而以楚风所掌握的手段，恐怕3品5军都可一战。不得不说，这是一步之的跨越。从此之后，楚风等于踏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他所掌握的实力在九州大陆已如神话，只不过在这里却还算不上什么。但不管怎样，这对楚风来说也是历史性的一颗。此次突破当真是让楚风兴奋不已。但突破之后，楚风也没有停止炼化，而是又炼化了一大部分修炼资源，直到楚风觉得剩下的那部分修炼资源自己已经可以全部带走之后，楚风这才算停手。亚飞将我关在此处，定是因为此处是坚不可摧，但却想不到我竟得小鱼儿所助，不但成功摆脱束缚，更是掠走此处的修炼资源。如今宝库已空，我倒要看看你该如何向诛仙群岛交代。这里的修炼资源实在太多了，所以楚风觉得哪怕对于诛仙群岛来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因为亚飞的失误导致这里的修炼资源全部丢失，亚飞定然会受到一些责罚才对。想到兴奋处，楚风心血来潮，手指挥动，竟以结界之法在半空挥写大字，最终留下了多谢亚飞美人厚礼，无情全部收下，今日开堂破肚之恩，无情日后定然加倍报答。留下这句话后，楚风便将剩下的修炼资源全部以乾坤袋收起。不得不说，以这些天珠的数量来算，楚风如今可以说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富豪。哇，大哥哥好厉害，竟然嘴巴一张把那么多好看的东西全吃了。大哥哥你是怎么做到的？可不可以教教小鱼儿呀？而就在这时，那始终待在一旁乖乖巧巧的小鱼儿也是蹦蹦跳跳的跑了过来，一把扑入楚风的怀中，撒娇的说道。见状，楚风不由微微一笑，以食指轻点了一下小鱼儿的额头后说道：
大哥哥是吃货，吃东西太狼吞虎咽了。小鱼儿千万不要学我，你是个小美人，吃东西应当细嚼慢咽，这样才能更让更多人喜欢。不要。然而小鱼儿却是撅着小嘴，摇了摇头。小鱼儿才不要他们喜欢呢，他们都是坏人，接近小鱼儿都是不怀好意，只有大哥哥是真心对小鱼儿好。小鱼儿只要大哥哥喜欢就好了。小鱼儿，你是怎么知道大哥哥是真心对你好，没有不怀好意呢？楚风笑着问道。嘻，小鱼儿又不傻，谁好谁坏我可清楚了呢。小鱼儿对着楚风伸了伸小舌头，随后拉着楚风的手便向外跑去，说道：大哥哥，我们快走吧，这里待久了好闷的，我们还是到外面去玩吧。听得此话，楚风不由暗自啧舌，心想他果然还是低估了这个小娃娃。虽然按照正常的年龄来算，小鱼儿这么大的孩子应该是什么都不懂的年纪，但小鱼儿显然不同，毕竟这个孩子一个人在外面独自生存了这么久，不知道遇到过多少凶险。况且别看小鱼儿的样子很小，但实际上楚风也不能确定小鱼儿就真的如同外表这么大，说不定他真是天地奇物，活了数千年的小妖怪也说不定。之后在小鱼儿的带路下，楚风二人很快便离开了这座宝库。最终楚风发现这竟是一座建在海中的宝库，并且隐藏得十分巧妙，楚风若不动用天眼也根本无法看出此处的端倪。一眼望去，只是一座普通的海底巨石罢了，哪怕以精神力观察也察觉不到丝毫的不对劲。由此可见，金袍界灵师的手段当真不凡，与紫袍界灵师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今日若不是小鱼儿出手，楚风还真是难以逃脱，等待他的只有死亡。小鱼儿，你想去哪玩？大哥哥陪你玩好不好？小鱼儿救了楚风，楚风对其很是感激，但是报答这个小娃娃的方法却很简单，那就是陪他玩就好了。好呀好呀，大哥哥陪小鱼儿玩，这实在是太好了。可是要去哪里玩呢？小鱼儿手托小下巴，水汪汪的大眼睛滴溜乱转，装作大人思考的模样，沉思起来。片刻之后，他突然灵光一闪，很是开心地对楚风说道：对了，大哥哥那个抓走大哥哥的坏蛋姐姐在和吃人妖怪打架呢，小鱼儿要去看热闹了啦。什么？亚飞真的在与妖物交手？听得此话，楚风不由眉头微皱。刚刚经历了大难的楚风对亚飞还是很忌惮的，但是仔细斟酌了一番后，楚风还是抓住小鱼儿的小脚说道：好，小鱼儿带大哥哥去看热闹，不过这一次咱们不要靠太近。见楚风应下，小鱼儿猛地点头，开心的不得了，随后便化作一道流光，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带着楚风向远处游去。轰轰轰轰轰！无极血海中心地带的某片海域之上，轰鸣四起，海浪奔腾，各种天地能量不断汇集，天空之上混沌一片，时而乌云乍现，劈下一道惊天闪电；海面之上海浪汹涌，时而化作汹涌巨兽，发出刺耳怒吼。在两种能量的交汇下，一道又一道狂暴的涟漪不断横生，这方天地已成为最危险的区域，五军以下者靠近便死。亚飞脚踏云端，彩裙飞舞，宛如仙界神女，指挥着天地变化。他手持一把粉色的长剑，这剑长不过3尺，似由花瓣编织而成一般，但却散发着不可思议的力量。亚飞将它握在手中，气势竟然增强数倍，每挥动一下，天地都会颤动，而那粉色长剑更是会飘落出大片的粉色花瓣，那花瓣如雨而下，却蕴含可怕威力，连虚空都被其切割开来，所过之处，空间崩塌，混沌一片，异常骇人。这绝非是简单的骑兵，否则哪怕是五军使用，也不可能有如此恐怖的威势。不过那妖物也不是简单的角色，此刻他遇海而动，竟使得那血色的海水冲到半空之中，此等景象无比壮观。但这还不算什么，最主要的是他强大的实力，竟然使得普通的海水拥有了强大无匹的威能，哪怕是一滴水珠，也可穿过云端射破虚空，何况如此磅礴的海水，全部为其所用。所以哪怕是亚飞手持特殊而强大的兵器，不断发出毁天灭地的攻势，但也只能与妖物战成平手，难分胜负。好厉害！这才是真正的五军之争吗？妖物好强，看来他真的是在水中才能威能大涨，借用海水的力量，他真是势不可挡。不过亚飞也很厉害，他手中的兵器很特殊，应该不是简单的骑兵，否则亚飞再强也不可能凭借他与妖物战成平手。此时此刻，楚风隐藏好气息，与小鱼儿在远处汹涌的水浪之中静静地观看着这一切。而看到二者那惊天动地的战斗后，楚风着实忍不住为之惊叹他们的强大。虽说如今只要楚风动用3重雷霆之力，完全也可以踏入一品五军，获得五军所拥有的实力，运用天地间的武力。但是楚风也很清楚，若要他与此刻半空中的2位交手，简直就是不堪一击。虽同为五军，却也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又是一声刺耳无比、传出数里的轰鸣声，亚飞与妖物又是一次激烈的对决。这样一个妖物，竟让我耗费了接近2个时辰，还未能制服。若是传出去，我亚飞颜面何存？不能继续拖延下去，必须速战速决，否则对我不利。突然之间，亚飞目光一变，右手握剑，左手打诀。随着他这样的变化，一层又一层强大的气息开始向自他的体内凝聚，一层又一层淡淡的光晕开始自他的娇躯萦绕而起。这一刻，亚飞的力量正在急剧攀升，并且越来越强，已经无限的接近了6品五军的境界。人尽换剑诀。突然，亚飞暴喝一声，随后手中的粉色长剑竟然光芒大盛，只见其次对着下方刺下，只听的一声，一道巨大无比的白光便自高空劈落而下。那道白光速度极快，并且面积巨大，虽然一眼望去犹如一道惊天神雷从天而降，但若仔细观看便会发现，那是一把剑，一把蕴含无穷威力由白光所化作的超级大剑。
哗啦啦啦，似是感觉到了那白光巨剑的可怕。妖物也并没有硬挡此招，竟然身子一闪，钻入滔天巨浪。与此同时，滔天巨浪也是不断变化，那本是血红色的海水之中，竟然形成了道道纹路，宛如龟壳一般，覆盖了一方海域。而就在这时，那白光巨剑终于下落，伴随着一声滔天巨响，那海水便被轰击的四下奔腾，形成了一波又一波巨浪，向外翻滚。妖物所凝聚的防御，竟轻而易举的便被白光巨剑所击破，好厉害！还从来没见过如此威势的武技，莫非这是9段武技？楚风吃惊，他又一次见识到了亚飞的强大。但是凭借敏锐的观察力，楚风却也发现，那白光巨剑并非是亚飞手中粉色长剑所发出的攻击，更像是亚飞利用粉色长剑的力量所施展的一种武技。不，这不是9段武技，应该是禁忌武技才对。淡淡开口道：“禁忌武技。”听得此话，楚风更是大吃一惊。他听说过禁忌玄功，但还是第一次听说禁忌武技，于是赶忙追问道：“淡淡，你所说的禁忌武技是怎么回事？莫非与禁忌玄功一样，是一种被禁止的东西？”不，禁忌玄功与禁忌武技虽同为禁忌之物，但却本质上有着区别。武技并非肉身之力，而是运用天地能量所凝聚的特殊技能。这种技能虽强大，但也有个界限，9段已是极限，9段之后便会对人类造成反噬、伤害，甚至会让人毙命。所以9段以上的武技被称作禁忌武技，这是告知人们，除非逼不得已，否则最好不要触碰这一禁忌。而禁忌武技根据威力的不同，也分为不同的等级。我知道的等级有4种，分别是人境、地境、天境和神境。之前那亚飞喊出了人境，再加上他所凝聚的威势，我就已经怀疑他要施展禁忌武技。毕竟禁忌武技在这种地方出现并不奇怪，尤其是他这种出身不凡、来自顶尖势力的天才。而现在看到他那武技的威力之后，我几乎能够确定他使用的就是禁忌武技。淡淡很是确定地说道：“淡淡，那照你这么说，是不是这禁忌武技使用之后必遭反噬，又会在多久生效？”楚风很聪明，已经大概明白了禁忌武技为何物，但是他还是要确定一下禁忌武技的反噬程度，因为他非常希望妖物赢，亚飞败，所以他很怕亚飞凭借这一强大的禁忌武技将妖物击败。但是若是禁忌武技真的很凶，在施展之后便会遭受反噬的话，只要妖物能够抵挡得住亚飞此刻所施展的禁忌武技，那么待禁忌武技结束之后，亚飞也就等于必败无疑。禁忌武技的反噬是无法避免的，否则也不会称作禁忌武技，哪怕是等级最低的人境，也同样无法避免。想要使用禁忌武技，并且最大的减少反噬程度，便只有2个技巧：一是对禁忌武技的理解，理解的越深，越能减少反噬的凶狠；二是利用其他力量来催动禁忌武技，这样就算遭受反噬，也不会那么凶猛。而这个亚飞很聪明，他很明显是动用了第2个方法，他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殊兵器催动的禁忌武技。虽然他这样做，也可能是因为他凭借自身力量根本无法催动禁忌武技，但不得不说，这样一来的确会减少他遭受的反噬。淡淡解释道。而就在2者交谈之间，那亚飞可并未停止攻击的手段，禁忌武技连续发出，一道又一道白色巨剑从天而降，每次出现都如一道明日坠落，将这方昏暗的天地照得明亮无比，并且每次落下都会掀起一道狂暴的涟漪，将这方天地搅得天翻地覆。在这种凶猛的武技之下，那妖物明显不敌，但是奈何武技实在太强，连逃跑的机会都不给他，他只能一一抵挡，但却越来越无力。终于又是一横刺耳的轰鸣落下，水浪如野兽一般奔腾咆哮，满天的水珠如利剑一般笔直落下，而那妖物也是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声，竟然陷入了昏迷。能在我人境幻剑诀下支撑这么久，你也算是不错了，不过可惜还是要死在我的手中。就让本姑娘看看你究竟是个怎样的妖物。眼见自己成功击中妖物，亚飞的嘴角也是掀起一抹满意的弧度，不过他却并没有继续出手，直接凭借禁忌武技将妖物斩杀，而是手掌一探，一股磅礴的吸力狂涌而出，想将那妖物从海中吸出。不好，不能让他将妖物捉住，否则以这贱人的手段，说不定会怎么折磨于他。这一刻楚风慌了，他虽不知妖物究竟是谁，但也不愿妖物落于亚飞手中。可是亚飞实在太强，强到如今的他根本无法对抗。无奈之下，他只能将求救的目光投向小鱼儿，说道：“小鱼儿，能帮大哥哥将那妖物救走吗？就那吃人的怪物，看小鱼儿的。”听得楚风的话后，小鱼儿连忙点头，不但没有丝毫胆怯，反而感觉很好玩一般。这一刻，只见一道白光一闪而过，小鱼儿的速度竟然比平常又快了数倍。楚风还没感觉到怎么一回事，那妖物竟然已经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这种情况下，楚风也是没时间敬佩小鱼儿的速度，而是第一时间抓住了妖物，因为此刻他们所身处的区域正是亚飞的攻击范围。那股磅礴的吸力不仅仅在针对妖物，哪怕是他们也正在被那狂暴的吸力覆盖，在冲天的海浪之中向上飞去。至于小鱼儿也很聪明，在楚风抓住妖物的瞬间，他便将头一转，再度施展如光一般的速度向海底深处游去，竟然凭借不可思议的速度摆脱了亚飞那恐怖的吸力。可恶，我没去招惹你，你竟敢来坏我好事！你们果然是一伙的。虽然小鱼儿速度极快，快到亚飞根本来不及看清他的容颜，但是如此神奇的游泳速度却让亚飞下意识的便确定了，那就走妖物的是小鱼儿。好不容易将妖物击败，
竟然在关键时刻被人救走，这使得亚飞暴怒无比，手持粉色长剑，对着下方海面一阵乱刺，无数花瓣自剑中脱落，宛如大雨一般覆盖下方的海面，化作一道又一道恐怖的涟漪，在海中进行着疯狂的破坏。可是奈何，哪怕亚飞的攻击再凶狠，却也无法伤到小鱼儿分毫，因为小鱼儿早就离开了这方海域，并且正在向远处逃去。我倒是要看看你是否真的如传闻的一样快，谁都追不上你。察觉到小鱼儿已经离开，亚飞则冷哼一声，收起粉红长剑，娇躯一纵，便要追赶而去。可就在这时，亚飞却突然目光一闪，面容大变，本红润的脸颊瞬息变得苍白无比，没有了一丝血色，哪怕是嘴唇也是变得又青又紫，宛如身中剧毒，身负重伤，将要毙命一般。定是禁忌武技的反噬来袭。这种情况下，亚飞也不敢再强行追赶，而是赶忙先丢入口中一枚特殊的丹药，随后盘膝坐在半空之上，双手捏出一道疗伤法诀，与那凶猛的反噬进行对抗。过了好一会，亚飞的面容才算好转，苍白的面容也是开始红润起来，但是他的脸上却满是汗珠，就连衣衫都被淋湿了，哪怕娇喘也变得剧烈了起来。可见先前他承受的反噬的确很不简单。反噬过后，亚飞也是如释重负地深吸了一口气，但是此刻的他也是颇为冷静了一些，看了一眼下方那早就恢复平静的水面，又扫视眼四周再度被阳光笼罩的天际，颇为疑惑的道：刚刚救妖物的似是两人，若是其一是那小鱼儿，那么其二又会是谁？亚飞认真思索，却难得答案，最后轻叹一声，那小丫头的速度还真不是盖的，在其身上定然有着某种奥秘才对，若是能够被我得到，说不定我能超越慕容寻那个王八蛋，还真以为本姑娘就是你的人了，带得我的实力超过你，我管你是不是什么少岛主，我想不嫁就不嫁，谁都拦不住。话到此处，亚飞突然笑了，美艳动人，足以迷惑众生，而他之所以笑，是因为想起了什么，所以他娇躯一纵，在那裙摆舞动之间已然消失不见，只留下一片独属他的淡淡体香。亚飞没有前往他处，而是前往了关押楚风的宝库，他是想着此刻的楚风很可能已经成为傀儡，刚好可以作为捉拿小鱼儿的诱饵，只不过他带着100名武军手下重返宝库，准备让自己的这些手下见识一下自己的成果之际，却在瞬间面容大变。这间在无极血海之内的宝库竟然空空如也，连根毛都没剩，这座用来储存收益的宝库显然是被盗了。究竟是谁竟敢盗取我诛仙群岛的东西？若要被我查出，我定要将他碎尸万段不可。来人，给我仔细查，我诛仙群岛内都有何人有进入宝库的结界密码，我要一一排查，定要将他找出来。亚飞严厉地说道。因为此处极为隐秘，并且结界很是强大的原因，他的第一想法就是诛仙群岛内部的人将这宝库给盗了。遵命。见状，亚飞身后的100名仆人也不敢怠慢，毕竟宝库被盗，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于是赶忙退了出去，去查找谁的嫌疑最大。在手下离开之后，亚飞则是连步即迈继续前行，很快的便来到了第2座大殿。本还奢望第2座大殿能完好无损的他，在进入之后，他那本就气愤的面容却顿时浓郁了几分，因为第2座大殿竟也是空空如也。我不过离开半日不到，究竟是谁能够将这宝库这么多修炼资源全部盗走？连续看到2座大殿被盗得一干二净后，亚飞虽然生气，但也很是冷静，他目光流转，在思索着谁的嫌疑最大。在思索的同时，他并没有停止步伐，而是继续前行，来到了最后一座大殿。因为对于他来说，虽然宝库被盗，这是一件很令他气愤的事情，但实际上这些宝库内的修炼资源对他或是对诛仙群岛来说都算不上天大的数字。眼下对他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楚风，唯有楚风才能让他更容易的捉住小鱼儿，而与小鱼儿相比，这宝库内的修炼资源根本不算什么，所以他要确定楚风是不是还在。只不过当他跨越最后一道结界，进入那关押楚风的大殿之后，却顿时花容失色，瞬间傻眼了。此时此刻，在这座大殿的中心，捆绑楚风的十字架依在，但是楚风却早已没了踪影。楚风虽然没了，但是在大殿的中心却是多出了几行字，这是以结界之力凝聚的几行字，其中的内容乃是：多谢亚飞美人厚礼，无情全部收下，今日开堂破肚之恩，无情日后定然加倍报答。竟然是他聪明的亚飞，第一时间明白了真相，原来盗取此处的并不是诛仙群岛的内鬼，而是他关押之人。他以为此处坚不可摧，关押楚风将其炼为傀儡乃是最佳之地，却万万也想不到楚风不知使用什么手段，不但逃离此处，更是将此处盗空，让他吃了大亏。这一刻，亚飞当真是气得咬牙切齿，六窍生烟，连肺都快气炸了，玉拳紧握，狠狠的道：好你一个无情，原来与那小鱼儿一起救走妖物的是你，我还真是低估了你，想不到你竟有这个本事，不但从这宝库逃脱，竟然还盗走了我诛仙群岛的1年的收入。不过你放心，本姑娘从没在任何人手中吃过亏，你也休想例外。真以为你能逃出本姑娘的手掌了？我会让你知道，本姑娘的手段是你所想不到的，你们都要死。话罢，亚飞突然意念一动，一层无形的气息横扫而散，只听的一声，楚风所留下的结界字体便被震楚风了粉碎。与此同时，一股浓烈的杀意也是充斥了这座大殿。在亚飞动怒之时，楚风与小鱼儿已是来到无极血海之外，之所以能够如此之快，自然全靠小鱼儿的速度。虽然已离开无极血海，但是楚风为了安全起见，并未在海面停留，而是进入海中，布置一道隐藏的结界阵法。你究竟是谁？此刻，楚风正在仔细观察那妖物，发现妖物身上那密密麻麻的水草，宛如与其一身，并且精神力都难以穿透而过，无法查探其形态。
哪怕楚风动用天眼也是不行。所以这让楚风有了一个想法，这妖物真的只是一只妖物，它这个样子的确就是只特殊的妖物罢了。可是这个妖物为何会有熟悉感，又为何会不杀自己呢？然而就在楚风猜测补丁之时，那妖物竟然猛然睁开了双眼。当那血红色的双眼刚刚浮现之际，楚风便感觉到了一股浓烈的杀意。只不过那股杀意只存在了一瞬间，便烟消云散。因为当这妖物看到楚风之际，血红色的目光顿时一闪，他显然认识楚风。你果然认识我，你到底是谁？来自何处？见状，楚风也赶忙追问起来。他真是很想知道，这妖物为何不杀他，与他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是不是真的与他的身世有着牵连？然而就在这时，那妖物竟然双手抱头，双膝跪地，痛苦的哀嚎起来，声音之响亮，使得这结界阵都是剧烈抖动。起初对于妖物这一变化，楚风有些心慌，因为他不能确定妖物是不是真的不会伤害他，而以妖物的实力，若是真的失控，要对楚风不利的话，楚风也是没有任何办法。但是楚风渐渐的发现，妖物哀嚎的同时，声音竟然产生了变化，从野兽般的低吼，竟然渐渐有了人的声音。与此同时，妖物的外形也是发生变化，那长长的水草竟然开始回缩，最终竟然化成了一个人的形态。这是一个女子，满身蓝色的鳞片，有着一双血红色的双眼，满脸的痛苦之色，发出悲惨的叫声。竟然是你！而看到这位之后，楚风也是顿时面容大变，感觉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因为他已经认出了眼前这位究竟是谁。他便是九州大陆玉女宗的第一弟子，与楚风发生过关系的颜如玉。尽管对方已经面目全非，没有了当初的美丽容颜，但是楚风还是能够确定这名女子就是颜如玉。这一刻，楚风真的是有些懵了。他有过很多个猜想这妖物的身份，但却从来没想过可能是颜如玉。毕竟妖物如此之强，可是颜如玉当年的实力却并不是很强，哪怕他修炼了禁忌玄功，但也不可能强到这种地步才对。滚！赶紧给我滚！再不滚我就杀了你！就在这时，妖物突然对楚风怒吼一声，虽然声音有些僵硬，并且怨气十足，但是那个声线当真是颜如玉无疑。这回有趣了，楚风这个心狠手辣、恋人修炼的妖物，竟然是你的老情人啊！也难怪他舍不得杀你。当认出颜如玉后，就连蛋蛋也是大吃一惊。不过与楚风不同，身为旁观者的蛋蛋显然是一副幸灾乐祸、看热闹不怕事大的态度。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是你？认出颜如玉之后，楚风目光闪烁，心乱如麻。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说，颜如玉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模样，那完全是拜楚风所赐。若不是楚风当初强行与颜如玉发生了关系，也不会让他修炼的禁忌玄功失控。虽然当初也是颜如玉不对在先，但是毕竟楚风没有太大损失，而只是因为自己出口气，便将一位前途很好的女子变成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楚风此时此刻内心深处狂涌而来的唯有歉疚，怎么就不可能是他？然而就在楚风心乱如麻，有些难以接受眼前的真相之际，颜如玉竟然突然狰狞的大笑起来，并且笑得非常诡异，就连说话的声音也是变得异常尖锐起来。再度看向眼前的颜如玉，楚风发现颜如玉身上的鳞片竟然已然褪去，化成了当初那位诱人的大美女。那诱人的曲线，那雪白的肌肤，那甜美的脸庞，那清澈的眼眸，一个火辣辣的绝世尤物，此时此刻没有任何遮挡，就这样赤裸裸地呈现在楚风的面前。然而对于颜如玉的这般变化，楚风却是眉头微皱，似乎明白了什么，而后凝重且凌厉地问道：你究竟是谁？我是谁？我不就是颜如玉了？难道我这个样子你还认不出吗？颜如玉吃着火辣辣的玉体，对楚风做出了一个诱惑的动作。你不是颜如玉，你究竟是谁？楚风坚信眼前的人不是颜如玉，至少说话口气就不像颜如玉。楚风，你怎么可以这样？难道你忘记了当初在九州大陆的青州，你对我做过什么吗？颜如玉一脸的委屈，但眼眸之中却闪烁着诡异的光芒。你怎么知道我是楚风？楚风倍感吃惊，对方果然看穿了他的百变面具，不但看穿了他的真实面目，还知道他与颜如玉的过去。哈哈，区区一个易容面具，能瞒得过平庸的人类，却瞒不过本魔。看你的第一眼，我就认出你是谁。颜如玉突然得意的大笑起来，你果然不是颜如玉，你究竟是谁？为何冒充于他？楚风抓住破绽，凌厉逼问。我的确不是颜如玉，但是现在我就是颜如玉，因为我早就与他一体。颜如玉能拥有如今这么强大的力量，全是因为我，并且他会因为我而变得更强。而你虽然是放我出来的功臣，不过知道了我的秘密，我可不会让你活下去。颜如玉舍不得杀你，我可舍得。说话之间，颜如玉的面容突然变得凶狠起来，与此同时，一股磅礴的杀气也是狂涌而出，瞬间将楚风包裹。不要！然而那杀气刚现，却又瞬间消失。颜如玉竟然双手抱头，对着楚风大吼道：快滚！你这没用的蠢丫头，把你害成这般田地的不是他，你不是立誓要杀掉他吗？如今他就在你面前，你怎么还不杀他？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放过他？那个尖锐且阴冷的声音再度响起：闭嘴！不是他将我害成这样，将我害成这样的是你，我不能再让你用我的身体作恶了，我要杀了你！杀我！杀我就是杀你！你要杀掉你自己吗？你要因为那群阴险的人类杀掉自己，为了不让你再害人，我宁愿自杀！哈哈，好一个大仁大义！不过可惜，这具躯体早就不属于你了，你就乖乖看着我是如何将这个玷污了你的臭男人宰了的。终于，颜如玉真正的声音被压制，而那满是杀机和阴冷的目光也再度投向了楚风的身上。小子，你倒是挺有魅力的，竟然能让那蠢丫头甘愿为了你与我作对。你到底是谁？
怎样才能放过颜如玉？楚风不是傻子，经过刚刚的一幕，已经大概知道了一些情况。眼前的的确是颜如玉，无疑。不过似乎还有一个存在，占据了颜如玉的肉身，这是一个很强大的存在，是他做出了恋人修炼的种种恶行，也是他让颜如玉变得人不人鬼不鬼。我是谁不重要，我也无论如何不会放过颜如玉，因为我与他早就一体，同生共死，同存共灭。我就是他，他就是我。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什么，因为我的存在会让这个默默无闻、平庸至极的蠢丫头成为天地之间的至尊，雄霸一方的王者。你应该担心的是你，还有你旁边的这个小娃娃，你们两个都将被我炼化，你们的力量都将为我所用，受死吧！颜如玉目光血红，杀机毕露，说话之间便要对楚风动手。然而就在这时，颜如玉的腹部却突然闪烁起一道微微光芒。楚风看得真切，那是一道印记符咒。符咒印记出现之际，颜如玉顿时一声惨叫，如同承受着了某种痛楚。与此同时，颜如玉浑身上下模样大变，先是蓝色的鳞片自那雪白的肌肤滋生覆盖全身，随后自那鳞片的缝隙涌现出根根水草，只是眨眼间便再度化作了之前的妖物模样。突然一声巨响传来，楚风所布置的隐藏结界已被轰碎，在结界轰碎的同时，一股磅礴的威压也是笼罩下，将楚风、小鱼儿还有妖物一同包裹。竟然是你！抬头观望，楚风瞳孔不由猛然一缩，因为透过海水，他能看见在海面之上一道倩影踏空而立，正是亚飞。真以为你们能够逃脱我的手掌心？亚飞手持粉色长剑，裙摆无风自动，气势非凡且目露杀机。想不到他手段这么高明，竟不知不觉间在颜如玉的身上留下了印记。这一刻，楚风恍然大悟，已然知道颜如玉腹部的印记定然是亚飞所留，这也是亚飞能够这么快找到他们，并且锁定他们位置的原因。化为妖物形态，颜如玉似已无法再说人话，发出一声愤怒且不甘的咆哮后，竟然便要逃脱。小鱼儿，快走！与此同时，楚风也是赶紧抓住了小鱼儿的小脚，想要立即逃离。要逃，本姑娘今日有备而来，你们谁都别想走。可面对那将要逃跑的楚风三人，亚飞却是有恃无恐。只见其双手交叉，做出一道特殊的手诀，随后轻哼一声，锁。只听一声，这片海域之中便光芒四射，无数符咒纹路浮现而出，竟然形成了一座超大型的牢笼，已是将楚风三人困在其中，退路尽封。糟了！他在出面之前已经暗中布置了封锁大阵。楚风暗叫不好，因为此时此刻，尽管妖物仍具备强大的力量，但毕竟先前被亚飞所创，伤势还未痊愈，此刻实力大减，根本无法破坏这大阵，更无法与亚飞抗衡。至于小鱼儿，虽然有着面对危险事物便会出现守护光芒，但是这大阵只是将他们困住，并没有对他们不利，所以小鱼儿那强大而特殊的守护力量根本没有发挥的余地。大阵开始收缩，最终化作一个刚好能容纳三人的结界牢笼，离开大海，来到了亚飞的面前。将那结界牢笼提起之后，亚飞又布置了一层层强大的结界，使得这座结界牢笼坚不可摧，至少是楚风三人所无法打开的。做完这一切，他才诡异一笑，看着牢笼内的三人道：“你们三个都会死得很惨。这位小姑娘，你若要杀那妖物也就罢了，为何要牵连他人？尤其是那位小娃娃，不过3岁的年纪而已，你也下得了手？你这样做与那妖物有何分别？身为诛仙群岛之人，你就不感到羞愧？”可就在亚飞以为自己已经得手之际，一道没有多么响亮，但却足以射入内心、震慑灵魂的声音突然在这方天地响起。听的这个声音，楚风等人皆是不由面容一变，开始向四周打量起来，因为他们都能够从这个声音之中听出，那来者绝对不简单。你是谁？鬼鬼祟祟，莫非也是与这几个妖物一伙的不成？亚飞也同样四下寻找，但却未能发现对方踪迹。我是谁？你不必过问，总之放下他们三个，你就速速离去。那个声音再度响起，话语之中霸气尽显，丝毫不将亚飞放在眼中。果然与这妖物是一伙的，休要装神弄鬼，藏头露尾。若要救他们，就拿出一些真实力，否则你这种虚张声势的手段可吓不到本姑娘。亚飞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显然他也惧怕了，脚下步伐一迈，顿时生出道道残影，一种强大的身法武技施展而出，如光一般向远处天际飞掠而去。然而亚飞刚刚飞出不过数里远，娇躯便撞到了一座无形的贴墙之上，强大的力量将他直接弹得倒飞而去，一口鲜血也是从口中喷洒了出来。与此同时，在亚飞先前所撞的地方，竟然闪过一道金色光芒，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的确是金色光芒，无疑那阻拦住亚飞的竟是一道金色结界之力。你究竟是何人？可敢露面？让本姑娘看看究竟是何人庇护这些作恶多端的妖物。亚飞有些慌了，金袍界灵师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踏入的，最起码也要9品5军才可以。眼下那阻挡他的人竟然是一位金袍界灵师，这让他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妙，因为至少以他的实力，今日恐怕无法带走楚风和小鱼儿以及妖物了。但是这让他很不甘心，所以他很想知道对方究竟是谁，这样日后也好报今日之仇。好个伶牙俐齿的丫头，既然你这么想知道我是谁，那我便满足你。终于那道声音再度响起，只不过这一次他的声音竟然是自楚风的身旁传来。当这个声音响起的同时，那笼罩楚风三人的结界牢笼竟然不攻自破。与此同时，2道身影也是出现在了楚风的身旁。回头观望，楚风不由大吃一惊，此刻在他的身旁有2个女子，一个年轻漂亮，有着几分不错的姿色，此女楚风认识，乃是鸳鸯台的江婉师。而在江婉师的旁边还站着一名女子，
这名女子身材一袭白色长裙在身，裙帽很是端庄，但也能够看出她的身材非常之好，丝毫不比颜如玉和亚飞差。只不过她的脸上却遮着一个薄纱，薄纱虽薄，但仍然挡住了女子的容颜，只能看到那一双如核桃一般大小的美眸。虽然遮住了脸庞，但是以她的轮廓也能看出她是一位美女。此时此刻，容貌颇为出众的江婉诗站在这名女子旁边，也显得黯然失色不少。这并不是因为女子的美貌，毕竟女子遮住了脸庞，尽管能够猜测出是个美女，但也无法确定她的容颜就真的胜过江婉诗。她超越江婉诗的完全是气质，一种超世脱俗的气质。这种气质太过惊艳，哪怕是亚飞那倾国倾城的容颜，在这种脱俗的气质面前，也只能是平分秋色，而无法超越。如此出众的外表，如此出众的气质，如此强大的实力，再加上与这江婉诗一同出现，江婉诗对其还毕恭毕敬。楚风想都不用想，也是猜到了女子的身份，她定然就是焚天圣教的圣女，当年惊艳东方海域的第一美人秋水芙嫣。你究竟是谁？可敢摘下你面纱，露出真颜？楚风知道对方是秋水芙嫣，但是亚飞显然不知，向来傲慢的他竟然不知分寸，指着对方高声质问起来：“闭嘴！我家师岂是容你大呼小叫的？”就在这时，江婉诗也是受不了亚飞的无礼，对其呵斥起来：“一个小小的天武境，也配这般与我说话？”亚飞怒了，二话不说，竟然就要对江婉诗出手。然而还不待亚飞发招，只见秋水芙嫣柳眉微动，一层无形的力量便暴涌而出，将亚飞在半空之中轰得倒退数步，就连那美艳的脸颊之上也是涌现出了几分苍白之色。竟敢对我出手！你知道我是谁吗？亚飞很是不服，狠狠地说道。对于亚飞的叫嚣，秋水芙嫣则是微微一笑。亚飞，诛仙群岛少岛主慕容寻的未婚妻，父母皆在诛仙群岛有着不错的地位，而爷爷更是不简单，乃是诛仙群岛9仙之首。亚纵云，我说的可对？既然知道我是谁，还敢这般对我无礼，你难道就不怕我爷爷，就不怕我诛仙群岛吗？亚飞问道。怕？你还真以为你们诛仙群岛天下无敌了不成？突然，秋水芙嫣柳眉微皱，眼眸之中闪现出一抹寒光。当这抹寒光闪过之后，哪怕是亚飞也是面容大变，不由得向后倒退一步，因为在那寒光之中，他感觉到了杀意。记住了，我乃鸳鸯台秋水道姑，今日这3人我非要带走不可。你若有何不满，大可回去禀报，无论是你爷爷也好，还是你诛仙群岛也好，若要找我报仇，大可来鸳鸯台直接找我。而现在，你最好在我改变心意之前马上滚！秋水芙嫣冷声喝道。被人如此恐吓，让亚飞十分不爽，但是想到刚刚对方眼中的那抹寒光，以及此刻完全不将诛仙群岛放在眼中的态度，他也只能咬了咬牙，在原地跺了几下脚之后，便身形一转，向无极血海的方向飞掠而去。晚辈无情，拜见秋水前辈。当亚飞走后，楚风赶忙转身向秋水芙嫣施以大礼。我知道你有话要说，不过现在我要先收了这个妖物，有话过会再说，不迟。秋水芙嫣对着楚风摆了摆手，示意楚风与小鱼儿还有江婉诗离妖远一些。晚辈遵命。见状，楚风不敢怠慢，知道秋水芙嫣是要帮颜如玉，所以赶忙带着小鱼儿退到了一旁。好你个邪恶的妖物，竟敢借着人类肉身为恶，猎杀人类修炼，看我今日不将你正法！秋水芙嫣双手探出，急速变化，速度之快，楚风根本无法看清他的动作，只能看到无数残影一闪而过，手法之玄妙，简直深不可测。眼见大事不妙，颜如玉开始四下逃窜，但是奈何秋水芙嫣所布置的结界大阵实在太强，根本没有他逃脱的机会。眼下只能承受着大阵的煎熬，不断发出声声悲惨的嚎叫。无情师弟，真是抱歉，让你受苦了。不过这都是家师之意，我也没有办法。就在这时，江婉诗走到楚风身旁。江师姐，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楚风不解地问道。他当真是有些糊涂。事情是这样的，其实当初无情师弟来鸳鸯台拜访家师的时候，家师就在鸳鸯台，不过家师却不想见无情师弟，特意暗中转告于我，对你说他不在，并且已经来到了无极血海捉拿妖物。而在无情师弟离开没多久，家师便带我动身来到了此处，在暗中守护着无情师弟。当日师弟被妖物捉住之际，家师与我就在场。起初家师本想出手将你救出，且顺便将那妖物铲除，却想不到那妖物未杀无情师弟。家师见另有蹊跷，便没有动手。直到今日亚飞要对师弟下毒手，家师才肯露面。江婉诗解释道：“原来是这样。”这一刻，楚风颇为无奈，他知道这是秋水芙嫣不相信他，所以故意在暗中观察他。想必如今秋水芙嫣已经知道了他戴着百变面具掩藏了真实面容，且也知道了自己其实叫做楚风。但是他最为无奈的是，对于秋水芙嫣的跟踪，他却没有丝毫察觉。要怪也只能怪自己实力太弱，在绝对的高手面前，自己还是太过卑微。家师也是为无情师弟好，还望无情师弟不要介意。江婉诗似是知道楚风心中所想，笑着劝道。说话之间，还不由看了眼楚风怀中的小鱼儿。看到如此可爱的小鱼儿后，竟然一个没忍住探出玉手去摸小鱼儿的甜美脸颊。这小娃娃真是可爱，长大后一定是个绝世大美人。然而还不待江婉诗触碰到小鱼儿，小鱼儿便猛然躲开，并且还张开小嘴对着江婉诗吐了一大口唾沫。若不是江婉诗反应迅速，那一大口口水便落在了她的脸上。小鱼儿不得无礼。见状，楚风也是颇感吃惊，他万万也想不到小鱼儿对待他人会这般不客气。对于楚风的训斥，小鱼儿也是不以为然，而是将头一抬，小嘴一撅，一副你管不着的傲娇模样。这孩子真可爱，
不过令楚风意外的是，对于小鱼儿先前的举动，江婉师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掩嘴轻笑起来，对小鱼儿的喜爱竟然不减反增。可就在这时，在秋水伏烟所布置的大阵之中，竟然传来一声轰鸣，而顺声观望，楚风与江婉师皆是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此时此刻，在那大阵之中，满是金色的结界锁链，那结界锁链将颜如玉捆绑得严严实实。但是就是这样强大的阵法，颜如玉竟然也在抵抗。楚风二人能够清晰地看见，一层有一层磅礴的力量在与那金色锁链进行着抵抗。不过这还不算什么，最主要是强大的秋水伏烟，此刻竟然也是浮现出吃力之色，额头之上满是豆大的汗珠，甚至双手都在微微颤抖，似是在承受着某种压力。万法诸魔阵锁。突然，秋水伏烟手法一变，轻喝一声，那道磅礴的金色大阵竟然开始变化，化作一道小型牢笼，急速收缩，最终化作人形，如棺材一般将颜如玉关在了其中。愚蠢的人类，想驱除本魔可不是你能做到的，我与他早是一体，想杀我就要杀他，别无他法。而就在这时，那人形棺材之中也是传来了尖锐且猖狂的叫声，正是颜如玉体内的妖物所发出。不过对于那妖物的叫嚣，秋水伏烟也是不予理会，而是单手对着虚空一阵刻画，一道金色的符咒便凝聚而出。当那金色的符咒落在人形棺材之上后，那本剧烈颤抖的棺材也是平息下来，而那妖物的叫声也是消失不见。无情，多谢前辈相助。见状，楚风赶忙走上前去，对秋水伏烟施以一礼。无情，你不是叫做楚风吗？然而对于楚风的话，秋水伏烟则是柳眉轻挑，闪过一抹不悦。对于这种情况，楚风也是颇感无奈，心想之前他与颜如玉的对话果然全被秋水伏烟听到了，但是事情已经发生，楚风也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满脸歉意的道：晚辈无意冒犯前辈，实乃家师有命在身，楚风不敢违背，只能以假名行走东方海域。连我也要瞒吗？你师尊对你可真是疼爱啊！秋水伏烟再度瞪了楚风一眼，话中酸气十足，但却也有着些许怀疑。而对于秋水伏烟的话，楚风也是颇为无语，不知该如何去接。你也先不用谢我，你朋友体内的妖物很不简单，想将其杀死，就必须将其驱出你朋友的体外。但是他已与你朋友早就融为一体，以我的实力根本无法将其驱除，只能暂时将其封印。秋水伏烟道：秋水前辈，那我朋友如今可以没事？楚风关切地问道。没事，你看看他的样子，若是没事，也不用被我封起来了。若要他没事，就必须将那妖物驱除体内才行。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有一位老友，他结界之术很是高明，并且掌握着常人所不知道的手段，尤其对于这种妖物很有研究，说不定他能帮到你朋友。秋水伏烟道：那就有劳前辈了。见状，楚风赶忙道谢。换作之前，楚风也许不会这么关心颜如玉死活，但是在见到秋水伏烟所受的苦难后，尤其是颜如玉并未杀他之后，他是当真想要帮颜如玉一把。毕竟从某种角度来说，颜如玉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样，还真是拜他所赐。先不要假惺惺的，想要救他也可以，不过在此之前，我还有些事要好好问你，随我来吧。秋水伏烟说话之间，甩了甩手，便将楚风等人全都换到了他的身旁。说话之间已是飞掠而起。秋水前辈，前方乃是无极血海，您莫非要去哪里？然而看着秋水伏烟飞行的方向，楚风却是大感不解。没错，我就是要去无极血海休息一晚。秋水伏烟答道。可是什么？可是那里是诛仙群岛的地盘对吗？诛仙群岛，别人怕他们，我可不怕。秋水伏烟冷然一笑，话语之中完全没有将诛仙群岛放在眼中。而面对这样的秋水伏烟，楚风也是能够理解，毕竟在秋残风那里，楚风也得知过去的一些事。诛仙群岛现在的确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但是毕竟在残夜魔宗与焚天圣教辉煌的时候，诛仙群岛还不算什么，所以哪怕如今诛仙群岛再强，可是在残夜魔宗与焚天圣教人的眼中，也不过是趁着东方海域无人才崛起的而已。尤其是秋水伏烟与秋残风这种以前分别在东方海域有着超然身份的人，就更是打心眼里看不起诛仙群岛。但是楚风却知道诛仙群岛的确很强，这从他来到东方海域之后的所见所闻就能看得出来。而这秋水伏烟虽然厉害，但是从气息之上却远不及秋残风和皇甫皓月，这说明他就算他已经踏入了武王境界，那品阶也不是很高才对。以他这样的修为，与诛仙群岛宣战，怎么看都太过牵强。若是一个人倒也罢了，如今带着他们几个前往无极血海休息，若是诛仙群岛刚好有援兵到来的话，那么恐怕就大事不妙了。但是秋水伏烟毕竟是长辈，且性格很是霸道，所以楚风哪怕意识到这样不妥，但也不能多说什么，只能顺从于他。就这样，楚风一行人大摇大摆的来到了无极血海，并且租下了一座浮空小岛用来休息。这个消息也很快便传开了，对于不知情的人来说不算什么，只不过是一个大人物来到了无极血海而已。甚至有些人还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位大人物肯定会对捉拿妖物提供一些帮助。但是对于亚飞来说，可就气得坐立不安，愤怒的他差点没将自己的行宫给砸掉。可恶，混账，真是太混账了，竟然还敢明目张胆的来我无极血海休息，他这就是在挑衅我，在挑衅我诛仙群岛。秋水道姑，鸳鸯台，我呸！逼急了本姑娘，就将你整个鸳鸯台给踏平，我让你嚣张，我让你猖狂。亚飞气得连心肝脾肺都快炸了，无处发火的他只能在自己的房间内又吼又骂，又打又砸，以此来宣泄自己的愤怒。亚飞大人，小人有事求见。可就在这时，房门外突然传来一道女子的声音。什么事？我不听。
立刻给我滚！亚飞正在气头上，哪里有心情听这些烦心事？对着门外便是一声怒吼，怒吼之时更是带着一缕威压。那威压穿透房门，直接将门外那名修为在3品5军的女子震得倒飞而去，受了轻伤。被亚飞如此对待，女子的脸上也是闪现出一抹不爽与愤怒。毕竟自己也是一代5军，并且品味也是不低，在亚飞面前也许不算什么，但若在其他人面前，也是绝顶天才一枚。这样的人物，竟如奴隶一般服侍一个人，本就让他心生怨念。可是时不时的还要受这种气，是个人就会不爽。但是他的这抹不爽与愤怒，不但不敢发作，更是一闪而过，取而代之的依然是那既恭敬又惧怕的笑容。因为只要想到亚飞在诛仙群岛的身份，他也实在不敢有什么脾气。尤其是看到此刻手中的那封信函后，他更是不敢有什么脾气。诛仙群岛如今虽然强大，但是如亚飞这般，身后跟着100名5军，并且全部是年轻美貌、天赋绝佳的女子，这可是少之又少。亚飞之所以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可不只是因为亚飞是少岛主慕容寻的未婚妻，最主要的是亚飞还有一个强大的爷爷。在诛仙群岛，最强的是岛主，除了岛主之外，还有9位实力非常、掌管着一方的存在。这9人都是为诛仙群岛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大功臣，人们称呼他们9位为9仙。而亚飞的爷爷便是9仙之首，可以说亚飞的爷爷在诛仙群岛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的人物自然让很多人所不敢得罪，这也是为何亚飞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刁钻傲慢的主要原因。亚飞大人，是逸仙大人给你的信。整理了一下心绪后，那名3品5军的女子再度恭敬地说道。而听得此话，那紧闭的房门猛然打开，亚飞的那美艳的身影也是出现在了门前。而当亚飞看到女子手中的信函后，一把便夺了过去，撕开观阅起来。越是观阅，他脸上的愤怒之色便越是大减。终于他由怒转喜，脸上洋溢起了无比灿烂的笑容，收起信函，对那女子道：好好准备一下，今晚我爷爷会到，但记住，切莫让其他人知道，这个消息要保密。